方，人风呼啸，对峙过命运惊涛。时间考验纷扰，我自横刀，和明天肝胆相照。是燃灯就必见星辰，是地狱就落地生根。数越过几千卷，不如人生里浮沉。 平戎之战，举国之殇。姚长隐及其涉案党羽沆瀣一气，弃德从坚，使2万千余身首异处，罪在无赦，罚没家产，流放塞北，所有官爵并从除削，凡百卿士，咸自戒焉。还好我占了齐天下呀！ 殿下来送老夫上路了。贵妃娘娘还好吗？听狱卒说，她听闻我的事后晕倒了。来这之前，我去探望过母妃，她只是受了点刺激，太医守着呢，并无大碍。那就好。 我这一生最愧对之人便是他了。他幼年体弱，本该由我这个做兄长的对他多加照顾，我却为了高家荣辱，让他入了宫，一生过得辛苦。舅父这些年对母妃做的已经够好的了。 殿下很恨我吧？舅父虽然操控了我的人生，但也同样给了我温情和陪伴。舅父与我如师如父，没有你，也不会有今日的南河。 我或许不会像舅父所期望的那样过活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变成一个强大的人，守护住母妃，守护住高家。请舅父放心。 快走吧，走吧。
昭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，常因此生无悔。去玩吧。父皇的爱，楚归鸿的陪伴，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。将真心给了他们，就是在给他们伤害你的权利。没有他们，恒儿一样可以成为强者，用手中的剑去战场，拼杀出自己的未来。在这个世上，只有母妃和舅父真的对我好。我一定要变成一个强大的人，将来保护母妃，护佑高家。小人在列，唯度则深。巨华当书，坏奸必大。平戎之战，首恶高长隐罪孽深重，遇刺无久，业已付诸。然2万千余英灵，实乃朕股肱之位。蒙冤枉死，幸之恻然。咸宜追封一等，依礼归葬。并将于今日城中放灯为祭，宣告黎庶，以慰英灵。凡京中百姓，皆可前往，并祭哀思。人常道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就该好好的活着。高长隐是高长隐，而你是你。纵有监察之过，可你已经替他们平冤了。这事的余波，不应该困住你。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此事的确因我而起。你就是靠着这般惺惺作态，骗过了天下人吗？楚归鸿，平戎案已审清，你还想做什么？我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要罪魁祸首付出代价。你瞎吗？罪魁祸首已经伏诛，老揪着南横不放做什么？草原上有种豺狼，每当袭击羊圈之后，总要将羊群尸骨抛至犬舍门口，而那豺狼则要躲在暗处，看着猎犬活生生被主人打死。我不是豺狼，舅父也并非猎犬。如今我想做的，只是弥补。你杀了至亲，掩盖过错，还敢恬不知耻说弥补？你拿什么来弥补？你想要怎么做？
我要我父亲站在这儿，我要2万千羽军活着回来，我还要你死。这些，你做得到吗？楚贵侯，我不想与你再解释了。舅父欠2万千羽军的，我一定会替高家给你一个交代。南恒，你可别做什么傻事。你以为你这般虚情假意，我就会原谅你吗？南恒，你听着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你我之间只会是敌人。吉祥，你说死去那些人，真能收到这些河灯吗？小时候啊，我也总放河灯，那个时候就期盼着母后的在天之灵，可以保佑我胜过南恒。但每次都不太灵验，那个时候我老生闷气。不过现在想想，还是挺庆幸的。还是老七坐这个位置合适。不是，我知道我让你们失望了，可是你这赶鸭子上架，你也不能坑了咱们大京啊，是不是？吉祥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孤做王爷那也是有俸禄的。我跟你说，你每个月月俸什么的，你放心，只多不少。老七他不给，他敢不给我求他，我骂他，他必须得给我。总之就是，你要是没当上这个御前大总管，你还会跟着我吗？殿下，御前大总管是太监做的。啊？臣不是太监。吉祥，吉祥，我跟你说啊，他，总之就是，走，放等。哎呀，吉祥，你想放多少？姑赔你10个不够，咱们15个，15个不行，咱们50个。不必。我没有亲人。啊，哎，那你说祭祀千羽军，最少得放100个吧？也不必，我没有认识的。你怎么那么扫兴呢？我知道了，你可以给姑放一个嘛，对吧？写点心里话啊，把平时不好意思写的，不好意思表达的，你都可以写上嘛。你别走啊！这没放完呢。吉祥，你看你这人，你害什么羞呢？你这，慢点等等我。你看你越来越了，吉祥。行了，你一个连自己感情都处理不好的人，就别在这儿给我上课了。你要有这个时间唠叨啊，还不如去阿天那里陪他做几幅画来得好。我不是在给你上课，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啊。这2套带哪套好看？哎呀，你想想，大当家眼看要走，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差事，一下子又没了。你得了吧你！你一个摸鱼大师，能有什么工作呀？
再说了，没了正好呀，阿婷不还等着您呢吗？我们宋家家大业大的，打了这份工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你至少少奋斗20年。吃软饭到底没有自食其力来的香吗？俗话说得好，断人财路等于要人性命。所以，宋姑娘，横竖你已经救过我一次了，再救我一次才叫做功德无量啊！哎，放心吧，上官兄，天塌下来你老大爷走不了，剧情在这摆着呢，没人逃得过命。还有啊，卖惨装可怜在我这没用，少给我来这套。到底穿哪个好看？就蓝的吧，显得你皮肤白。陛下，玄甲军记录在册，共23600人，现已将户籍移交兵部，此乃虎符，归还于陛下。起来说话。皇后之死与你无关。啊？是。你也不是故意要带她去那条路的。是。这么多年，你为何不解释呢？臣解释过了，臣小的时候。臣知错。罢了，朕知道你心中一直在恨着朕。臣不敢。护符你先拿着。当日，你与朕合谋设局诱捕高长颖，许诺如果失败，便交还兵权。如今事已成，高长颖也已伏诛，朕如今许诺你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不会再追究了。谢陛下。但臣不是怕陛下追究责任，而是臣想明白了。你想明白什么了？臣的舅父是踩着无数人的尸骨，犯下滔天大罪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对权力的贪欲。臣涉世其中，这双手也干净不到哪儿去。所以臣自然没有任何资格再去追逐不属于我的东西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卸甲归田，不想再干了？你要自责，就滚回你的皇子府去自责去，少在这儿给朕撂挑子。实话告诉你，朕不仅不放你走，还要将这个交给你，你睁大眼睛看仔细了。李楚，陛下，瑞儿昨夜见过朕，他说，论文韬武略、经世才干，他都比你差得远。
他还说，这些年他受了委屈，伤又阵疼。可你蒙冤受难，从未有人顾念。上次江南案，你已自贬为庶女，今日朕正好加封你为太子。陛下，臣乃戴罪之臣，不当理出。18帝赤子心诚，定为人君。定为人君，就瑞儿那个榆木脑袋，当得起这治国之任吗？你若真心为高家赎罪，便不该交出兵权，你的罪也不该向朕来赎，该为大晋，为天下万民去赎。起来，拿着这些东西，滚！臣告退。你喜欢宋一梦是吧？回陛下，臣喜欢宋一梦。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再等我啊！也没啊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姑且当是，再等你吧。什么事啊？我老七，我想跟你道个歉。这么多年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我不该误会你杀了我母后，更不应该对你如此的敌对。你要是不解气的话，我那个宅子，还有玉麒麟，还有父皇送我那个夜明珠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不需要。是不够吗？你不会想要吉祥吧？这不行，不是别的我都能给你，吉祥你必须得给我留着。我的意思是你不用给我这些。你母后的确因为高见而死，你迁怒我，合情合理。我就知道，这太子之位由你来做，最为合适。来。我问你啊，你为何连太子之位都能让？更何况，你有赤子之心，将来定能对百姓很好。赤子之心，哼！但光有赤子之心，行吗？哎，你觉得我这儿，它够用吗？老七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虽说我是天选之人，也非常的优秀，但是呢，我不是当太子的料。这当太子，除了要有仁爱之心，
更要有一颗斗得了乱臣贼子、护得了咱们大晋百姓的脑袋瓜子。这东西我有吗？很明显我没有嘛，是吧？哼。可是你不一样，这么多年，我也好，父皇也好，表哥也好，我们都需要为母后的离世找一个宣泄的出口，而你就是那个唯一的出口。我们怨恨你，针对你，可是你依然能够手刃奸相，还天下人一个清白。这样的人，才是我们大晋未来最好的国君人选呢。行了，其实有时候你们聪明人的想法，我真是搞不明白。就一点芝麻大的小事，老是在这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最后还得靠我们这些傻子来开解。你可不是傻子，你是堂堂大晋皇子。如果有人敢叫你傻子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这个啊，老钱，那个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不能？说。虽然我刚才这个情绪到了，但是我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再叫你七哥呀？我老觉得我现在改口叫你七哥，有点对不起我表哥。当然可以了。真的？嗯，你同意啊？太好了！好，来，老七，来，来。表哥，有你这句话，姑就放心了。咱们表兄弟二人齐心，是其利断金。就算再来10个南横、100个南横，那也断然不是咱们的对手，是不是？兄弟齐心，南横不是对手。可如今呢，人心已变。又有什么是留得住的？也罢，人总是要朝前看。只要南横能够认罪，其余的也不重要了。将军，宫里下旨了。你是说老大要去当太子？宋一梦还真说中了。当然了。哟，哎，老严、老黄，赶紧备几道硬菜，今天咱们兄弟几个好好庆祝一番。是。我还是没明白，你说老大当了太子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个脑袋是干什么用的？你好好琢磨琢磨。太子是谁？太子是天下第2尊贵之人。以前咱们夜游神啊，还是江湖中人，看到千羽君都得低半个头。可往后啊，这往后也得比，最少比我低半头。抬上来。整这些军服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身为太子身边第一可用之人，必须为主子分忧啊！现在殿下呢已经是太子了，你们这帮人在他身边就不太合适。这样，我勉为其难，把你们收入到我玄甲军的麾下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们就从最低等的火头军开始做起吧。哎呀，富贵大人啊！要是没睡饱的话，就多睡会儿，梦里啥都有。论智商，你要加入咱们夜游神尚且不够，我堂堂残江月2当家，我凭什么去加入玄甲军啊？
我们玄甲军需要的是像阿龙、阿虎这样有价值的人。至于你呢？你是说我不配？你呸！我配！你呸！你的意思是，大当家更需要的是你喽？站住！回来！放这儿。哎，大嫂，你们小夫妻都吵架这么久了，也该和好了吧？妹夫，说别人之前先想想自己。话说你跟阿听的喜酒，我什么时候能喝上啊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也就下个月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成婚了？你与殿下成婚之后。我又什么时候说过要成婚了？都快成婚的人了，就不要再矫情了。封太子的圣旨都下来了，再度成婚还会远吗？对，我再不走，那些剧情真的要来了，当断不断，必有灾难。听啊，照顾好咱爹啊！我先走一步了啊！你站住！回来，陪我吃饭。殿下，你不想接旨，是不是因为宋姑娘？何出此言呢？这个宋姑娘呢，一直认为殿下是坏人，而殿下呢，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好人。为此，殿下呢，手刃高相，查清真相，扬交虎符。而现在呢，正是让殿下继续表演君子风范，婉拒太子之位的最佳时机。哎，小人又分记错了。我没把你和高党一块流放了，是我错了。殿下，殿下，上官先生差人送来的信。出大事了，大当家，宋云梦他又要走。要不是我知道南恒的脾性，我真以为你喜欢的人就是长姐了。这么能作的，那我可吃不消。你喜欢温柔大方的女子啊？怎么这么熟悉的口吻？哎呀，不是，重点不是我喜欢什么样的人，重点是你想知道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。没错。想知道吗？看我的。阿听，上官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又藏了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和你不跟南恒成婚有关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听啊，你也想太多了吧？这个地方就是我平时……这二姑娘，二姑爷，我的画怎么在这儿？我这不是想着，我都要走了嘛，走之前好歹帮你们二人把恋爱谈上嘛。阿龙阿虎，阿龙阿虎，这儿呢。哎，大家先把手里的活放一放啊！殿
殿下有很重要的事情让你去办。哎呀，秋儿啊，要不是你，我的秘密可就被发现了，真不错。跟了我这么久啊，没白跟。姑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，应求自然帮你。姑娘，不好了，残江月出事儿了。七殿下要当太子，说什么都要将夜游神解散，把残江月给盘出去。姑娘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我去看看。哎，等等，姑娘，前脚上官先生才给您当说客，这后脚七殿下就要解散夜游神，这事儿怎么听怎么蹊跷，该不会有诈吧？你说说看，什么诈？姑娘，您想啊，按照话本，一般情况下，姑娘和公子的感情受到了阻拦，总有中仆出手相助。按照七殿下周围的人行事作风来看，该不会故意引您去残江月吧？有点子道理。不过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聪明了？谁让姑娘天天把剧本2字挂在嘴边？奴婢这么资质拙劣，竟也听出了些门道。那这残江月咱们去还是不去啊？算我求求你了，你若借我这800两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哪怕是成亲。无事之时避之不及，有事之时便这样来求我，怎么？我是一个很好说话的女人吗？我怎么敢这么想你？啊，那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无法交流的女人。看来残江月是真遇上麻烦了。听，这么长时间，我虽未将对你的情挂在嘴上，可那些未说出口的话，都在我心里。要娶你，总得有一份正经营生吧，否则我拿什么颜面去见你的爹娘？如果残江月散了，我便还是那位四海为家的江湖草莽。可这种苦日子，我过的，我舍不得你过啊。如此啊。我知道，平日我对你横眉冷对的，可若不是因为真的喜欢，我一个废人，怎么能忍受苦练琴棋书画这么长时间？残江月有难是真，可是我舍不得你，也是真的。说我懦弱也好，胆小也罢。可如今我开了这个口，你不是说做戏吗？你怎么还讲吻戏？吻戏怎么了？戏怎么做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刚才说了那么多惹人心乱的话，欠下的债就必须偿还。我刚才只用了2、3分力气，你便受不了了？什么白鹤大侠，也不过如此嘛。等等。快来！怎么办？老大不要我们了，我们能去哪儿？谁能救救我们啊？老大不要我们了，我们能去哪儿啊？谁能救救我们啊？哎呀，太难了！阿虎，大嫂，大嫂你可算是来了，你快帮帮我们兄弟们吧！老大非要赶我们走，你说把我们赶走了，我们能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兄弟们？哎呦！他人呢？那儿。
尘世萦绕，多少凄冷迷雾。你我宿命交错纠缠成熟，听风在耳畔倾诉，黑夜的企图，眼眸守于乱日出，何时有归途？岁月放生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不如命运的阵阵痛针伏笔，幻化一瞬息，似梦若即若离，爱恨怎能藏匿？岁月放生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浮生步步为掩盖怀疑注定。若一天为敌，如何改写结局？尽在咫尺依然有你。岁月放生放肆，风铃难复习，不如命运的阵阵痛针伏笔，幻化一瞬息，似